你怎么不等我，自己从机场里面跑出来？臭小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慢呀？孙媳妇都跑了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没长眼睛啊！赔我的奶茶。对不起，我身上也没带钱。我孙子来了，给你买100杯奶茶，陪你好不好？老东西，你吹什么牛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就是一杯奶茶吗？至于对老人家动手动脚吗？我配3杯，够了吧？谢谢你啊，姑娘，这么善良的孩子，要能做我的孙媳妇就好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江楚楚，婚礼都快开始了，你人呢？哦，我马上就到。奶奶，那你没事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师傅，景华酒店。结婚当天，自己打车走，肯定嫁的不是良人。赶紧跟我去把孙媳妇抢回来。奶奶，阿元，等了你8年，今天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。等等，把火盆端上来。你跨过火盆，去掉晦气再过来。我听说你克死了你的父母亲，我可不想被你克死。我儿子怎么看上你这个扫把星？愣着干什么呢？让你过来就过来，没听见我妈说话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婚宴还开不开始啊？这场婚礼我盼了那么久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妈，喝茶。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奉茶不出道要跪下吗？你什么？你跪下！妈，喝茶。一点小事你竟敢给我甩脸子！我告诉你，进了我张家的门，婆婆就是天，老公就是你的命。把家规书给我拿上来。要进我张家的门，必须在这300条家规书上签字。楚楚啊，我妈也是为了你好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签了。为我好。家规第1条，禁止儿媳再与亲有往来；第2条，禁止儿媳在外出工作；第3，儿媳必须每天4点起床奉茶；第4，儿媳必须上交所有资产。还需要我继续再往前吗？常远，我是嫁给你做妻子的，不是卖到你家做奴隶的。江楚楚，我不是在跟你争论，是通知你，你今天不签这个字，那这个婚就别办。奶奶，人家都已经结婚了。要不说抢的。阿元，其他的家规我都可以遵守，我也可以把工资全部都上交，但是我不能不出去工作见朋友啊。你出门了，谁在家当牛做马，伺候爸妈，跟我生孩子带孩子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保姆和生育工具。幸福到婚纱，我陪了你8年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你，你什么机会？江楚楚，要么签字，要么滚蛋。要不是我大发善心娶了你，谁愿意娶你这个扫把星？我孙子娶。啊！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们不要，我季家要。我孙子出1亿彩礼，娶楚楚。1亿元彩礼，这是什么家庭啊？龙川首富，季家。首富。也不知道奶奶被这个女人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奶奶，您怎么又说胡话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奶奶有老年痴呆，老是认为自己是首富。这小子
怎么装起穷来了？哎呀，我就说呢，首富怎么可能看上江楚楚这种晦气的女人？还有你，从头到脚，那一看就是假冒的地摊货，那肯定是骗吃骗喝的穷鬼。江楚楚，看了没？也就只有这种穷鬼啊，愿意娶你。这样，你跪下给我磕头道歉，再把家规书签了，婚礼可以继续。真是瞎了眼，青春都浪费在你这种人渣身上。今天就算是嫁给穷鬼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渣。老公，我们走。我就这么和一个陌生男人结婚了，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呢。墨镜一直不拿下来，难道是长得太丑了？你的脸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天太热脱妆了。张小姐，我们家没什么钱的，所以你不要妄想从我这得到什么。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别联系。快让我看看，真般配啊！楚楚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季家人了。奶奶，我还有工作，先走。慕白，这婚宴还没办呢，你去哪儿啊？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谁也没想到，便宜老公这一去就是2年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经理啊，酒送过去。这女孩子正好跳舞的小美拉肚子，你赶紧给点上去。我不行，我真不行。哎呀，没事，你会你就行，会你就行。知道你今天回国，哥们儿可是准备了惊喜给你。我们家的妞舞跳贼棒，我又不是你，不感兴趣。还说不感兴趣呢？不知道谁眼睛就看直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还得是楚楚，身子。小美人。干什么？小贱人，现在给我跪下来道歉，不然的话我插了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别在这儿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地产大亨刘一山，我爸碾死你这种垃圾，就像蝼蚁一样。你试试。刘家是刘上数一数二的好女人，谢谢你替我解围，但我不想连累你。你就是道个歉嘛，你没事的，快走吧。他在担心你，别怕，区区一个刘家，搬不起什么。在那磨磨唧唧什么呢？装什么清高？来来来来，赶紧给老子过来！出来不就是卖的吗？哎，老子看得上你啊！刘一山有个这么个废物儿子，我看也算活了头了。呀，抱歉，季少、邱少，让两位受惊了。仙界真巧，个便宜老公还是同性。行了行了，别把他拖出去，别脏了我和慕白的眼。慕白呀，你叫季慕白，他是我老公。慕白，你叫季慕白，你结婚了没？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呦，兄弟艳福不浅嘛，那小姑娘看上你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她的名字跟我……
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楚楚，木白那小子终于回家了，你在哪儿？快回来啊！哦，好，我这就回来。便宜老公就在家，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他们只是恰好同性缘。季先生，今天谢谢你啊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该不会真看上小姑娘了吧？可惜你是结婚有老婆的人了，贼手功德。那女人是奶奶硬塞给我的，我不喜欢她，连名字和长相都不记得。这次回国，就是为了和她离婚。得了吧，你要敢离婚，既然不把你撕了。哦，对了，人家老人家知道你回国，电话都打我这儿了，今晚让你务必回家。猜我干嘛？我又没惹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回国来的消息就是你告诉他。木白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哥，楚楚啊，这臭小子这次回来啊，他别想再跑了。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，今天晚上啊，就让他补给你2年前的洞房。洞房？哎呦，回来了。你好，这是季先生电话。谢谢啊。臭小子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你人呢？公司临时有事啊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康乃馨送给你，希望别生我的气。楚楚等了你2年，在他认为我们家不富裕的情况下，不但没有埋怨你抛下他，还尽心尽力的照顾我。这样的好媳妇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不回家你说得过去吗？奶奶，我不喜欢他，当初是您硬逼我娶她的。好了，我还有事。你，奶奶，他没回来。臭小子工作忙，明天回来。不过他心里啊惦记着你呢。瞧，这他送你的花儿，这花是送给您的吧？奶奶，你不用安慰我，这强扭的瓜都不甜。我也不想因为自己闹得你们祖孙不和。你帮我转告木白，他要是想离婚的话，我没有异议。呸呸呸！离什么离呀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孙媳妇。来，这个呀，是季家祖传的玉镯，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了。你放心，奶奶一定让他回来给你道歉。陆总，老夫人派我们来接您去寿宴，她说您今天必须要去见少贵，就算绑了也要绑回去。别，今天就把事情给我。等下，是你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不是奶奶的玉镯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玉镯？哪儿来的？这是我老公奶奶送我的。老公？你结婚了？是啊，季先生，你先放开我。季家的祖传玉镯，全球仅此一枚。难道她老公是？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奶奶给我的镯子难道有问题啊？她带这么多保镖，来头不小啊。如果我说了，会不会牵连奶奶？季总，老夫人说她和少夫人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。知道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她带的或许只是件稿房。抱歉，是我误会了。她误会什么了？喂，奶奶，8楼芳华厅是吧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
奶奶家这么穷，怎么可能办得起这么奢华气派的寿宴？师傅的话听没错啊。你瞎呀？江楚楚，哟，这不是我们江大校花吗？听说你在婚礼上被人踹了，还嫁了个穷鬼，混得这么差也能来这种高级场合，又是傍上哪个煤老板了？当初是你前男友对我死缠烂打，你要是想撒气，你找错对象了。胡说，明明就是你不要脸勾引的他，否则他怎么可能跟我分手？看见你这张狐媚脸，我就恶心。我向来是有冤必报，你打我之前最好先想清楚，能挨我几巴掌。请你别挡着我，我还要去参加我奶奶寿宴。你奶奶的寿宴？这可是龙川首富季总奶奶的寿宴，你不会是想说你是季总夫人吧？开什么玩笑！首富，看来真走错地方。你以为带了个假的季氏祖传玉镯就能冒充季总夫人了？你知不知道，真正的季家祖传玉镯可是著名的玉雕大师徐安的封山之作，价值1000亿，全球仅此一枚。你这个穷鬼带得起吗？这么贵的镯子，奶奶怎么可能送得起？这个肯定是假货，怪不得刚才季总那么问。我没说我是季总夫人，我的确是来参加我奶奶寿宴的，只是我走错地方。想跑没门儿！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你那不要脸的丑恶嘴脸。大家都来看看呐，这个女人冒充季总夫人，还仿冒徐安大师的作品。天哪，竟敢冒充季总夫人，这女人胆子也太大了。可不只是大胆，是不要脸的。就你这穷酸样，也好意思冒充季总夫人？谁说她是冒充的？没事吧？她就是我的妻子，季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首富季总是我老公？老婆，怎么这么着急？不等我自己就先上来了。师姐，先帮我演一下。演？原来只是演戏。也是，首富怎么可能是我老公？江楚楚明明嫁的是个在婚宴上混吃混喝的穷鬼，绝不可能是首富。这个男人从头到脚都看不出什么牌子，难道是冒充季总？一身名牌都没有，还好意思冒充季总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意大利定制的手工缝制西服。还意大利呢？我看就是地摊上几10块钱淘的破烂的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！江楚楚，你和你老公还真是一样的虚荣拜金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得你老公领完证之后不就出国务工去了吧？这个男人不会是你的姘头吧？你可真贱呐！一天没男人呀，你就出门没刷牙吗？嘴巴这么臭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我男朋友是季氏的董事，今天你们要不给我下跪道歉，否则我让你们在龙川混不下去。哦，我倒是想看看是季氏的哪位董事这么行。好大的口气，敢动我王凡的女儿了！我看你们是不想在龙川。是吗？季总，怎么可能？江楚楚的老公明明是个穷鬼。闭嘴！别冒犯季总，还不快向季总道歉！啊，季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你犯的最大的错误，不是得罪我，是我的夫人。季总，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总裁夫人？不会发现我是冒充的吧？贱，这么心虚，一定有问题。我就不信她能嫁给季总，难道是季总的情妇？怪不得季总护着这个贱人。你刚才打碎了我夫人价值1个亿的手术，说吧，怎么赔偿1个亿，就是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呀。季先生，我那个镯子是假的，吓不吓就行。
行吧，看在我夫人的面子上，手镯就不用给了。但是我要你在这里跪下，为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向我的夫人道歉。他凭什么？如果她真是季总您的夫人，我可以向她下跪道歉。但是她一个有老公还勾引人的小三，我绝不下跪。季总，老夫人马上就来了，您看看她认不认这个孙媳妇儿？老夫人呐！奶奶，慕白、楚楚，自你们领完证，你们夫妻俩总算是又见面了。你真是我老婆？不可能，江楚楚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是季总夫人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欺负我的孙媳妇？把她拉出去，不许她再踏入龙川。楚楚，哦不，季总夫人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看在我们同居一场的份上，你替我求求情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没熟到那个地步。老板，我是你朋友，你相信我呀。你挑女人的眼光可真差呀，还是我的眼光好，为慕白选了一个好媳妇。天哪，这什么狗血情节？假扮的老公怎么成真老公啊？难道一开始在酒吧相遇是这女人故意设计的？心机真够深的。奶奶，你们家真是首富呀？如果她知道我是首富，以后肯定不好离婚。当然不是。楚楚等了你2年还不够。奶奶，我答应你，让我跟她相处1个月，只要我能对她改观，我就接受这段婚姻，并且向她坦白一切。说话算数。奶奶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其实我是季总的助理。之前奶奶60大寿，我想给她办得隆重一点，可是雅园酒店又不对普通人开放，我就拜托季总帮我包下。没想到竟被大家误会是季总他奶奶举办设宴。后来为了帮您解围，我干脆就冒充了季总。可是王董事怎么也叫你季总？还有之前的酒吧经理，他也喊你季总。王董事，他肯定要帮我呀，毕竟我常在季总身边走动，一言一行都能影响他。至于酒吧，那只是朋友之间相互抬举的称呼罢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臭小子这张嘴还真能编。楚楚，既然慕白回来了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晚你们就洞房。我是为了哄奶奶开心才跟你结婚的，所以你不要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。等你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婚。原来他刚才都在演戏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缠着你不放的。我不想让奶奶失望，在正式离婚之前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在奶奶面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。我也不想让奶奶失望。啊，你在偷看，总算有了抱重孙子了。可以。喂。我先是。楚楚昨晚那么辛苦，这臭小子一点也不体贴，还不赶紧给楚楚夹菜？奶奶，我不辛苦啊，我昨天晚上是吃香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昨晚上辛苦了，你多吃点，我嘴巴给你擦了。来，吃完这个我没吃这个。我对了。这就对了嘛，你们慢慢吃，奶奶出去锻炼。行，
你慢点。演戏练全套。我住在明苑1号，你搬过去。生活上的开支可以用这张卡来请。我先去上班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，反正我上班也正好路过季氏集团。走吧，要不然都得迟到。走啊。好了，江楚楚送我，你跟在他后面。跟在季总身后。妈瞎呀！把我现在装成这样。庄园，我说呢，原来是你个扫把星啊，江叔叔。行，还跟你这个穷鬼老公一块拿。亲爱的，她就是你那个穷鬼前女友啊！你们把我的车撞了，准备怎么赔呀？明明是你们从后面撞上来的，而且这个刮痕一看就很久，还想讹我们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开的可是迈巴赫，今天没有60万，你们别想走。居然还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前来诈骗，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打扰我们上班，否则你们一定会后悔。江楚楚啊，你这个穷鬼老公啊，别的不行，装逼啊倒是很有一套。人家真正的马瑞蒂高奢机装是要去意大利亲自量身定制，你们出过国吗？还出国呢，我看恐怕连飞机都没坐过。至于这西服嘛，该不会是你连夜采缝纫机做出来的？哎，我们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儿？他这个不是首付季总同款的那个3.6亿的江诗丹顿吗？据说那是江诗丹顿专门为季总定制的全球仅此一个。你是从哪个地摊上买来的？装的还挺像。幸好这2个蠢货没看出是真的。江楚楚，你眼还真是瞎呀，找这么一个穷酸货。哎，以后没钱啊，别装有钱，被人揭穿了脸疼。我老公不是废物，他也不叫魏，我老公叫季慕白，是季总最看重的贴身助理。原来就是一个小助理啊！你喊那么大声，还以为你嫁给季总了呢。哎，就他这种破鞋啊，怎么可能嫁给季总啊？他呀，只配嫁给这种穿假货、假品的穷酸装逼鬼。算了，你敢说我老公，我今天和你拼了！楚楚，别跟他们一般计较。钱我可以给你们，但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不能给他们钱啊！他们分明就是讹我们。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江楚楚，你老公这霸总文看多了吧？还让我后悔，我今天就在这等着，看你怎么让我后悔。不能给他们钱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呀？钱的事情我想办法。你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，不要因为这种人耽误了我们的时间。穷鬼就是穷鬼，拿个50万磨磨唧唧的。这还差不多。这转账方怎么是季氏集团啊？你也姓季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说过了，一个会让你后悔的人是我，居然用公司的账户给他转了钱。季慕白，那你是？楚楚，其实刚才是我找季总提前预支的工资。也是，就他们这种穷鬼啊，怎么会和首富季总扯上关系？你就算是衣服和手表仿的再像，骨子里啊也难掩一股被腌入味的穷酸气。程远，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人。我等着啊！我今天就能把你这个无耻的混蛋说活了！楚楚，钱已经给你们了，还不快滚！真是上不得台的泼妇，幸好老子踹了你，才能找到比你漂亮、比你有钱的子月。好的，亲爱的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穷鬼夫妻。你别跑，你别走！季慕白，放开我！他们凭什么拿走我们的钱啊？楚楚，你相信我，他们拿走的钱
我会让他们还，想办法被他撞倒。住手！你看，他们也撞车了，过去看看。这是怎么又撞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可是顶配版劳斯莱斯啊，保险杠40万，大灯80万，一共120万，利息还是支付？赔吧！你不长眼啊！我倒车的时候你把车停后边，还有脸讹我们钱？这不是韩特助吗？哎呦，好熟悉的剧情啊，张元。韩特助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辆劳斯莱斯是季总最喜欢的吧？没错，今天你们要是不赔钱，季氏集团可以告你。季总我们可惹不起，赶紧赔吧。亲爱的，我账户没钱，要不你先借我120万。你可以窝囊废呀！这就叫恶人自有天收。走吧，木白，我们去上班了，拜拜，韩特助。我到了，你回去上班吧。你晚上几点下班呀？我今天第一天到你家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他是想通过抓住我的胃，抓住我的心。我晚上加班不回家，你不用费尽心思讨好我，我是不会的。我讨好你，你个不亮，不吃也好，就有时间去做兼职。季总，这是本月公司旗下所有商场的销售报表。季总这个工作狂，今晚肯定要加班看完这些报表。你晚上几点下班呀？我今天第一天到你家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他做了一桌菜等我，不回去他会难过吧？什么时候？快8点了。加班。啊？季总这是怎么了？工作狂竟然破天荒的不加班？下班。这骗子，还说在家里等我，都要9点了还没看到人。喂，张楚楚，你在哪儿？你说什么？来，小江，喝一杯。居然背着我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喝酒，果然是个不安分的女人。给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我要和江助手那拜金的人离婚。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喝。哎，施主啊，刚才萧少打电话预定了个包间，到时啊你要好好招待一下。哦对，萧少可是龙川豪门萧家的继承人，他和季总啊是好哥们儿，一定啊不能出岔子。好的，经理。哎呀，难得呀，慕白，平时叫你都不出来，今天居然主动找我们喝酒啊！听说你奶奶给你娶了个老婆，嫂子，带出来让我们见见呗。就是，少废话，不喝酒，喝，跟我凑，给我干。慕白，我也喝。先生好，这是你点的。西慕白。原来他在酒吧兼职，刚才电话是我拨他。你怎么在萧少的包厢里啊？你们认识啊？
我是他老婆。慕白，你别怕啊。小少，你为什么逼我老公喝酒啊？哦，没错，他逼我喝酒的。我逼你喝酒，季慕白你……哎，小少，我只是季总的助理，真的喝不下了，您不要再逼我了。这小子没告诉他老婆自己的身份。难道慕白想试他老婆对自己的真心？那我们帮他一把。不陪我们喝酒就还钱，你是他老婆吧？这小子欠了人一笔钱，你说怎么办？欠钱？哦，干什么了？居然还欠钱了？这两人瞎发挥什么？他欠你们多少钱啊？我替他还。他居然愿意为我还钱50万！50万！我们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您记着。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先得把这杯酒干了，我就答应你分期付款。对，要是喝不了，今天他休想从这里出去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还会义无反顾的帮我。你们说话算数啊！我喝。我这么猛，帮欠债的老公喝烈酒，这算是真爱了吗？必须。不许喝了。我还没喝完呢。你是个傻子吗？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让你喝你就喝。那我不喝的话，他们不放过你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欺负吧？笨蛋！他们好像没追出来，我们赶紧走。这个地怎么起起伏伏的啊？你的头怎么变成2个了？啊！哎呦！ Tom's at the piano, talking to a ghost, playing with his eyes shut tight. Here's a little song, I learned it from the wind. I heard it on the wind last night. 到了，季总。夫人醉成这样，要不我陪她上去？不用，我自己的老婆，自己的。不是要离婚吗？季总怎么这么温柔？善变的男人。对了，把宝格丽那一对鲜亮的婚戒买下来，我要送给楚楚。是，季总。这是哪儿啊？醒了，我们马上就到家了。走！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。我们俩要去抢特价菜，冲啊！楚楚，楚楚，你在这干嘛？关门了。我的特价菜没了。我明天再陪你来。现在我们先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要我的特价菜。我那么大的菜全都没了。不哭，楚楚不哭，我现在就想办法。喂，是中民果蔬便利店的老板吗？我要买你的店。神经病啊！谁家好人深更半夜打电话？有事没再说。100万，100万买你的蔬果店，5分钟之内，我要你出现在门口。100万，
我马上就到。季总，这是超市钥匙，这超市以后就是您的了。楚楚不哭，你的特价菜马上就来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，随便拿。我的菜。醒了。我们昨晚是打劫超市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昨晚你带着我去超市抢的特价菜，快过来吃早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酒品太差，一会儿我就拿去退了。为什么？那50万啊，咱们得赶紧攒钱还给销售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家用支出卡，我没用，你先拿回去，赶紧还给销售。剩下的钱我们再一块想想办法吧。叔叔，其实我……喂，奶奶，怎么啦？如果楚楚知道我是骗她的，一定会生气。等想到更好的解释，再向她坦白这一切。奶奶，孙媳妇来了，走，陪奶奶下午茶。哎，奶奶，你不会要去龙川最大的亚龙酒店吃下午茶吧？就是这儿啊！啊！老东西，你没长眼睛啊！票，江楚楚，怎么又是你？江楚楚，你怎么阴魂不散，哪儿都有你啊？还带着你那个废物老公的奶奶。酒店是你家开的吗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啊！江楚楚，你不会是对我们家阿元旧情难忘，故意跟踪吧？我呸！就他这个靠女人的软饭男，既没颜值又没本事，有什么让我孙媳妇这么惦念啊？你找死啊！你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敢动我奶奶，我跟你没完！哼，这种没有见识的人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免得影响我们喝下午茶的兴趣。下午茶？你们不会是想在这亚元大酒店喝下午茶吧？是又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江楚楚，你装逼也不查清楚，亚元大酒店的餐厅是私厨形式，只接待身价1000万以上的人。就你们来给人家刷碗，嫌你们寒碜。喝什么下午茶呀？要我说，八成是来在酒店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难以启齿，才找了个借口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意思是，你就是来酒店找男人卖。我孙媳妇打得好，你个贱人，居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张吐不出象牙的狗嘴！你，阿元，你就看着他打我是吗？宝贝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真敢打你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江楚，我看你是被我说中了，所以恼羞成怒了。要我说，这个老不死的，就是出来带你卖的。老东西，你们家得有多穷啊？靠自己的孙儿媳妇出来赚钱。我给你脸上，刚刚是我没注意你得逞。是，楚楚，奶奶，江楚楚，你今天要是不跪下给我磕头道歉的话，我就让你跟你那个废物奶奶闲着出去。你休想！楚楚别跪，我不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好，不让你孙儿媳妇跪着，给我磕！你
你感觉怎么样？老李呀，居然敢推我！我求求你了，我奶奶她得心脏病了，她不这样她会死的。老不死的东西，死了就死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老不死的，还想吃药？去死吧你！住手！老夫人，南宁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知道你们惹的是谁吗？今天老夫人要是有三长两短，你们俩明明加起来都不够赔的。老夫人，走。这老东西不会真的大有来头吧？居然让韩特助这么紧张。还好送来了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谢谢医生。别紧张，臭小子，奶奶没事儿，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没保护好奶奶。傻孩子，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朱叔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要怪那些欺负你还有奶奶的。朱叔，你先去外面取一下医生给奶奶开的药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奶奶，欺负您和楚楚的人叫白子玉，是白家的千金。白家对济世海外的收购项目至关重要，我暂时还动不了他们。奶奶，对不起。一切以公司为主，奶奶没事儿。我只是心疼楚楚被他们诋毁欺负。奶奶您放心，等海外收购项目结束之后，我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。你刚才是不是故意把楚楚支出去了？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楚楚你真实身份啊？奶奶，这个事情不着急，我怕现在告诉她，她生气了离开我。也是，不过楚楚是个好孩子，你一定要珍惜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奶奶呢？奶奶睡着，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楚楚，我之前一直误会你，还老是想推开你。以后，我想好好的和你。这可是宝格丽价值2800万的限量款戒指，哪来的？你去卖肾了？还是说你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？这是假的，高仿的，都是假钻，这个才20万。我就说嘛，你哪来的钱？你又乱花钱！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50万要还呢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不要再虚荣买假货了。普通人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大家注意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咱们星耀呢已经被济世收购了，现在要派一名骨干去济世学习。楚楚啊，这个人选非你莫属啊！啊？我？季总是你的老公啊！哎，楚楚，到时候你在季总面前可要替我们星夜要多多美言几句啊！我该怎么解释？季慕白其实是冒充的季总。一定。不打扰大家了，大家继续工作吧啊！楚楚，这个戒指是那款价值2800万的宝格丽限量款婚戒吧？
天哪，季总可真疼你！假的啦，其实我老公只是个小助理，他上次是为了帮我解围才冒充季总的。冒充季总？小点声，要是让经理知道了就完了。你老公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放心，楚楚，我一定会好好替你保密的。不过，你这戒指是哪儿买的？绑的也太真了吧！我也想要。小意思，我直接让他帮你买，反正才20块。谢谢楚楚。季总，这是您让我拟的离婚协议书。离什么婚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拟离婚协议书了？不是您那天晚上亲自打电话说要跟夫人这个拜金女离婚吗？楚楚才不是拜金女，之前都是我误会的。我以后不要和生起来。哦，楚楚还给我转账呢。老公，再来一个2800万的宝格丽钻戒，我要送小玲。还愣着，还不赶紧去买？是啊。江小姐，你先坐，季总一会儿就到。哦，好。季氏集团不愧是首富的公司，连接待会议室都这么气派。季总，新要派来的学习骨干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好。韩特助，糟了，没想到新要派来的人竟然是夫人，好巧啊，夫人。哦不，江小姐，季总临时有事儿，所以派我过来接待。刚闪过去那个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哎呀，您看错了，差点露馅。这里进去就是设计部的办公室，入籍手续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，以后有事你可以随时找我。谢谢韩特助。对了，慕白在哪？他在顶楼办公室，季总随时都要找他，比较忙。看来就算在一个公司，也见不着。那我先进去报道了，拜拜，韩特助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新来的同事江楚楚。江楚楚，真是晦气，从哪儿都能碰见他。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？楚楚，刚才我看见韩特助亲自送你过来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还是说你和季总认识，是季总亲戚？就他这样的下等人，也配认识季总？提鞋都不够。天天把上等人、下等人挂在嘴边上。白子月，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，你还在这分3、6、9的，真搞笑。哇，楚楚，你这个戒指是宝格丽2000多万的限量款婚戒吧？楚楚，你老公不会是什么富豪吧？哎呀，就告诉我们嘛，别藏着掖着了。就他这样的穷鬼，能买得起宝格丽，那肯定是假的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呀，就是那个婚礼上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被我男朋友踹了的破鞋。至于她老公啊，小助理嘛。原来是个待产后的穷酸鬼啊！没钱当什么大佬，真不要脸！这种丢脸的东西是怎么进我们公司的？滚出去！江楚楚，你老公戴假表，你戴假戒指，还真是般配。没错，戒指是假，但这是我老公送我的，戴的是他的一片心意，没什么好丢脸。还有，是上面调我来公司，你们不爽也得憋着。江楚楚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因为你穷，所以活该被我们针对你。往后在季氏，有你好受。
海子韵，别太过分了。这些策划案我明天要交，辛苦你今晚加班把他们都做出来。你的活凭什么让我给你做？他问我凭什么？就凭我爸是济世海外业务部的重要合作伙伴，就凭我一句话能让你和你那个助理老公回家喝西北风去。好，我做。这才对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废物奶奶死了没有啊？要不要给你包个红包呀？走。处处不见，又相信了，坏人迟早会有报应的。午休时间，我去吃饭，怎么还在家？季总，怎么没声了？通知下去，公司不允许加班，午休时间就要好好吃饭和休息。以后谁再加班，罚款。另外，去雅园酒店订一份午餐，送到楚楚部门。是。宠老婆宠成这样，季总这次是彻底沦陷了。现在临时广播通知公司新规，为提升广大同事下午工作效率，不允许员工在午休时间加班，违反者扣500。还有这种规定啊？不过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下午再做，吃点什么好呢？泡面吧，省钱。江楚楚小姐吗？是我，你是？这是您的外卖，请慢用。没点外卖。哎，小哥，你是不是送错了？子月，没长眼睛啊，江楚楚，还不赶紧给子月道歉！忍住，为了工作还不能和他们翻脸。对不起。站住！手里外卖哪来的？我老公给我点的。怎么了？是吗？谁不知道这亚园大酒店的客户都是身价上千万的，就凭你们2个打工仔，吃得起？而且外送费就要上千块，就你那个月薪4、5千的小助理老公，点得起吗？江楚楚，这不会是你偷的外卖吧？身价千万，整个公司那不是只有季总才能点得起这份外卖？天哪，江楚楚，难道你偷的是季总的外卖？真替你害臊啊！你们还真是什么帽子都能扣到我头上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偷。你干什么？你把外卖还我！老公给你点的。江楚楚，恐怕你从来都没吃过这么贵的饭。这样，只要你今天跪在地上把这些舔干净，就放过你，好不好呀？海子月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就是欺负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谁让你没钱又没背景，活该像烂泥一样被我踩在脚底下蹂躏。反正你和你的蝼蚁老公啊，死了也没人在乎。说我老公，今天这工作我不要了，我要教训你！居然敢打我！哎，你他！打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跪在地上把这些血干净，我就弄死你跟你那个老公，还有你的老婆死的奶奶！跪下！没事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居然敢对他动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在这里大呼小叫？那我呢？韩特助是陪伴季总多年的人，得罪不起。韩特助，他偷季总的外卖，我也是替公司教训他。外卖是我为楚楚点的。呀，是吗？就凭你几千块钱的月薪，能点得起这份外卖？恐怕这全公司能点得起这份外卖的，也只有季总。
你不想说你是季总？我就是。是吗？季总，哇哦！自日中季总。再说，他知道你吃饭，你骗不了他的。我是说，我就是让季总帮我点。没错，我当时也在旁边看着。听见了吗，白子月？我根本就没有偷季总的外卖。谁让你偷偷摸摸的？我当然以为你是想偷了。我偷偷摸摸？现在你们向楚楚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楚楚。对不起，楚楚。你道歉。我给他道歉。他什么档次？你也配？他是季总亲自从分公司选来学习的骨干员工。白子月，道歉。看在韩特助的份上，江楚楚，今天先让你得意一次。对不起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江楚楚，你不要太过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等等，你还想干嘛呀？把这里给我打扫干净。我打扫干净？我又不是保洁，我可以怎么打扫？是。走吧，老婆。江楚楚，这笔账我迟早找你算回来。为什么我的心跳这么快？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可惜那份外卖被白子月给盗了，也不知道传说中只接待1000万身家客户的酒店外卖到底是什么味道。我现在就带你去雅苑酒店。你以为你是季总？楚楚，我就是季总。都说了，人家酒店只接待1000万身家的客户，我们2个去啊，估计连大门都进不去。好了，吃泡面吧，好吃又省钱，每天省一省，应该很快就能攒够50万还给小少了吧？该死的50万，得想办法把这个还给圆过去。我去买泡面，你想吃什么口味？还是我去吧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要吃泡椒味的。我给你发一个2维码，让技术部的人多做一个中奖的跳转链接，中奖金额100万。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快饿死了。超市人比较多。哎，楚楚，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扫2维码赢现金的活动，我们试试。肯定是假的，要真能中奖啊，那大家都去买泡面了。再说，我运气那么差，肯定不会中。哎，等等，试一试吧，反正又不吃亏。不说了，你还不信？要真能中啊，我就……我去！中了！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100万？中了100万？怎么可能啊？这假的吧？我们中了100万！你真是我的福星。刚才叫我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喜欢，楚楚，我喜欢你，以后都这样叫我。他这是在向我告白？老公，对了，我给你转50万，你赶紧把销售钱还了。不用，这个是你自己中的，我会自己赚钱还给他。什么你的我的？我们是夫妻，是一家人。再说，没有你的好运加持，我还中不了这么大的奖呢。听话。支付宝到账50万元。走，老公，我带你去吃大餐，我再给你买几身名牌的西装，
看到时候谁还敢说你穿假货？好，来。差点忘了，下午还要上班呢。老公，我们下班见。总算是下班了。哎，老公，看这边。这套黑色的好看，这套蓝色的也好看。老公，你喜欢哪个？都给你。黑色的。你好，这套西服多少钱？13万。这么贵啊！我们家可是全球顶奢品牌，随便一件衬衫都好几万，更何况是一套西装。买不起就赶紧滚出去，少在这影响我做生意。呀，这么巧啊！这不是我们的穷鬼夫妻吗？这不是我们的穷鬼夫妻吗？白小姐，您来了，我们今天刚到了当季的新款，您看看。江楚楚，你跟你老公这种卡里连10万块钱都没有的贱货，你敢来这个地方消费？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？大概是梁静茹给的吧。哥们儿，江楚楚这种女人穷酸又晦气，还是我玩剩下的破鞋，你给她的脑子没问题吧？来给我放干净。能娶到楚楚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你得不到她，是你没福气。老公，得了吧，少在这装深情。没听说过贫贱夫妻百事衰吗？我倒想看看你们两个穷光蛋是怎么倒霉的。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白子月啊，没文化就别在这出洋相，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。你，白小姐不生气，别和这两个贱民一般见识。买得起吗？还好意思摸过来摸过去，弄脏了我们家衣服，你们两个乞丐赔得起吗？谁说我们买不起？这件西服我要了。刷卡，刷卡。江叔叔，你装什么？像你这种在拼夕夕上给我买一件50块钱衣服都要找人砍刀的穷鬼，10几万的西服你买得起吗？买不买得起，刷卡不就知道了。再说，对畜生和对亲老公能一样吗？畜生只配穿地丝，对亲老公得花钱买大dra死命丑。找死！你敢？这贱人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难道他真的买得起10几万的衣服？你呀，还不去刷卡？不会蠢到给你送钱都不要吧？慢着，不许卖给这一切，你卖给他们就是拉低你们品牌的档次。白小姐是白家千金，还是 VIP 客户，绝对不能得罪。你干什么啊？没听见白小姐说的话吗？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穷酸货色，没有资格买我们家的衣服，我们只提供给白小姐这样高贵的客人。赶紧滚出去吧，省得让我们店里沾上了你们身上的穷酸气。哎，叔叔，服务员应该平等的对待每一位顾客，没想到既是还有你这种败格子。你就不怕我到总部投诉你吗？尊重和平等是给有钱有身份的上等人的，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贱民也配得到我的尊重？笑话！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投诉你。谁要投诉我的员工啊？白家千金，咱们店所在的这家季氏商场就是有着白家的股份，白小姐千万不能得罪了。差点忘了，之前为了奖励白家帮季氏推动海外项目，送了5%的商场股份给白建国。如果像这样的乡巴佬都能买你们品牌的衣服，那我觉得你们没有必要留在季氏。我明天就让我爸把你们赶出去。
白家在季氏商场，不过只有5%啊，居然在这里打官司，大胆！你怎么和白小姐说话？白小姐，您放心，我马上这2个爱您眼的乡巴佬赶出去。2个下等人冲撞了我们店最尊贵的客人，还不赶紧滚！要是我们不走，既然你们不嫌丢脸，我就让商场的保安拖你们出去。保安，江楚楚，今天韩特助不在，我看看有谁能帮得了你。人啊，贵在有自知之明。江叔叔，像你和你老公这种低贱的人，就应该待在应该待的地方。以后啊，别来这种高档的地方自取其辱。像你们这种人，也就只配在垃圾堆里捡点破烂货，在这儿都是脏了我们的店。我把他拖出去！我看你们谁！应该从这里滚出去的是你。像你们这样的品牌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待在季氏的手上。立刻让人把香舍鞋底品牌赶出季氏商场，拉入黑名单，不录用。赶紧准备一下吧，总部马上来人。你在这里装什么呀？你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罢了，装什么大佬？你以为就凭你一个破电话能叫来技师总部？江叔叔，你老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？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看脑科吧，这可不是你们做梦的地方。原来是精神不正常，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拖出去！刘店长，哎呦，到底是谁在这里闹事？不好意思，徐经理，惊扰到您了。这有2个闹事的，我马上让他们滚开。季总，认错人了吧，徐经理？这就是2个脑子不正常的来闹事的。闭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季市上怎么会让你这种废物进来？这个品牌1个小时内赚钱上去，为什么呀，徐经理？因为你们得罪了季总。季总，那也过多少次季总？怎么都把你当真的季总？笨蛋，因为我就是季总啊。季总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一个助理罢了，怎么可能是季总呢？听到了吗，徐经理？您别认错人了，我只是季总的助理。看来季总知道他的身份。你看，徐经理都是误会，他不是季总。我们品牌是不是也不用离开了？总部已经通知要你们离开，这个我也无法改变不了。难道是季总在帮他们？真没想到季总还挺看重这小助理。白小姐，刚才是你让我们赶走他们的，我们已经满足您的要求了，您可不能坐视不管呀！是呀，白小姐，您家不是有商场的股份吗？求您救救我们吧！白子玉，你刚才不是那么厉害，赶紧救救他。是呀，白小姐。白家在季氏商场这点股份算什么呀？哪有那个本事救他们？住手！一群废物！你们什么档次啊？也配让本小姐帮你们？乌烟瘴气的品牌，来了就没了。所有的，我们走。下次再收拾你。不是白小姐，你我怕你啊！叔叔，那我们也走了。相信像这样的商家，商场自然会整治他们。哎，季总，助理放心。走吧。慢走啊！你们是自己搬出去，还是要？不是，徐经理，我求您告诉我们到底得罪谁了？总部一定要让我们离开呢！废物！刚才那个才是真正的季总，得罪了季总，别说你们品牌，包括你们，以后都别想到龙川立足。干杯！今天让那2个讨厌鬼吃瘪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哎，老公，你一个电话竟然能将那家店铺赶出商场，助理有这么大权限吗？该不会对我有什么意思吧？
怎么可能？我刚才啊，就是假装打电话的。他们那家店员那么嚣张跋扈的，平时肯定得罪了很多人。我们就是恰巧碰上。这大花，这烧烤这么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大哥，喝一个。干杯！喝了。楚楚，不能再喝了，你马上就喝多了。老板，结账。没喝多，人家今天开心喝点吧。两位吃好了，一共消费102块。支付宝到账102万。我的天，富豪啊！102万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喝醉了，汤都换清了，咱们赶紧走。喝醉了吗？醉得厉害。哎，这个钱。老板，钱是对的，不用找。没看错呀，就7位数，难不成我喝醉了？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见客户。什么客户啊？我怎么没有接到外勤通知啊？我这不是在通知你吗？我警告你最好快一点，这可是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大客户。这要是因为你的迟到而影响了项目的推进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我知道了，现在收拾。江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江楚楚。啊，江小姐可真漂亮！哎，初次见面，你好啊。有没有点眼色？还不赶紧跟张总握手打招呼？张总你好。哎呀，这小手摸的可真嫩呐，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一样嫩呢？张总，请你自重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小妞是挺对我胃口，就是性子有点烈。有这个东西在，他待会儿一定会乖乖认您摆布。张总，这是我们部门跟您合作的最大诚意。您看这份合同啊，没问题，这礼物我很满意，现在就签字。江楚楚，你就乖乖牺牲做我升职的垫脚石吧，反正你也早就被玩烂了。张总，那要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愣着干什么？等着我们给你举杯啊！张总，合作愉快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么晚，楚楚还没下班，手机怎么也关机？立刻给我查一下，楚楚还在不在？季总，监控显示夫人下午和白子月出去后就再没回来。立刻去查，楚楚现在在哪？哎，小美人，你终于醒了。嘿嘿嘿，现在咱们开始游戏吧。开
开始玩游戏吧。离我远点！要见不是抬举，今天老子非让你屈服不可！贱人，敢打我！往哪儿跑？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作死！老公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没事。妈的，你他妈哪根葱敢打老子？季总。季总，这个出事怎么处理？季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老婆，要不然给我100块大字，我都不敢冒犯尊夫人。滚开！哎呀，把他给我剁碎了，丢出去喂狗。季总，你饶了我吧，季总，我错了，季总，我真的错了，季总。老公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先去给你叫医生。楚楚，你冷静点。我现在去给你叫医生。静白是不是不行？我现在很难受。你是想让我去找别的男人吗？不许去。我到底信不信？现在就让你知道。白子月，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把江楚楚送给张总儿，你自己升职，这招可真高啊，芳儿。反正他就是个被男人玩烂了的破鞋，我也是物尽其用吧。你怎么在我家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自然是大大方方走进来。怎么，你这个废物还要听你老婆出头？你一个小小的助理罢了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滚出我家，否则我让你在龙川待不下去。住口！一家不得死活的东西，还不赶紧闭嘴！季总，我知道是我的不孝女冒犯了你和夫人，但是求求你看在白家为季氏成功收购了海外项目，你高抬贵手，帮我白家推他吧，我保证以后严加管教。季总，你说他是谁？季总。季总，季总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赶紧跟我说好话。我已经放过你很多次，这次你还出手收拾，我绝不原谅。季总，我白建国，白家和女儿，你选一个。爸，要是选女儿的话，龙川从此就没有白家。这个畜生，得罪谁不好，你得罪季总的夫人。今天起，我白建国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季总，这个不孝女，任由你处置。那好，把白子月给我送到海外。楚楚差点遭遇的一切，我要让她百倍体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你救救我！我早就告诉你了，要低调行事。今天的一切
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滚开！来人，把他带走。季总，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，都是白子月那个毒妇设计的江楚楚，我完全不知情啊！闭嘴！楚楚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以后要是再敢出现在楚楚的面前，你的下场就和白子月一样。我再也不会出现，再也不会脏了您和夫人的眼。听说了吗？白子月出事了，好像是得罪了季总。不对，我听说是得罪了季总夫人，他害得季总夫人差点遭到那个3个丈人的毒手呢。还有这事儿呢？啊，季总夫人惨遭毒手的不是我吗？哎，楚楚，那天和张总一起谈项目，你和白子月一起去的，给我们讲讲季总夫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经理快来了，大家赶紧工作吧。不过季总为什么帮我？老婆，来尝尝这个甜虾寿司。白子月被公司给开除了，好像还和那天张总的事有关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气不过，就找季总告了状。季总听说了之后，也很同情你的遭遇，就替我们出了头。老公，你真棒！来，赏你一个寿司吃。啊！我们办公室的人还说季总是为了给夫人出气，这太好笑了吧！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成季总夫人了。笨蛋老婆，你就是季总夫人了。慕白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慕白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怎么听见有人喊你啊？楚楚，你嘴角上有饭，我带你去洗手间擦一擦。你直接擦掉不就好了？纸擦不干净的，快走。哎，李小姐，慕白哥哥为什么不理我？还有，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李小姐，季总已经结婚了，您出国前你们2家许下的婚约已经作废，请你以后别再打扰季总的生活。慕白，我不同意，谁想解除这个婚约？喂，是季奶奶吗？我是欣雅。奶奶，这是我从法国给您带的皇室瓷器。谢谢欣雅。欣雅，慕白已经结婚了，这婚约的事……奶奶，您放心，我这次回来呢，不是为了婚约的，而是有别的事求您。不是婚约的事就好。你说，奶奶能帮的一定帮。奶奶，我想进季氏集团学习管理。没问题，奶奶安排。季慕白，你等着，季总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要来个新副总，听说是哪个豪门的大少奶奶。不会是季总的夫人吧？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没错，我就是新来的副总黎欣雅，也是季总的未婚妻。季总夫人好。你就是江楚楚。哦。你干什么啊？李总，我哪得罪你了吗？你勾引我未婚夫。江楚楚就是你老公吗？看不出他竟然这么胖。李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老公是季总的助理，
我跟季总没有任何关系。还装？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不好好工作，以为靠爬总裁的床就能变成总裁夫人，你还真以为这样你就能跻身豪门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季总啊！哎，老公，老公，李总，你看，那才是我老公。不白哥哥，季总，找您的。我不是。哎，季总，您好，不跟谢雅小姐说啊？我还没解释清楚呢。季总家事，我们这个走。快走。哎，季总，千万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你放开我！韩社主，这没你事了，下去。李小姐，季总真的不会娶你的，你别再纠缠他。我偏要强求他娶我，滚开！哎，老公，那有辣条，我要那个。好，买。老婆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薯片，我给你带几包过去。啊。又是。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季总竟然会为了个女人吃这种垃圾食品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娶我！绝对不可！我已经和楚楚结婚。就那种出身下层阶级的穷酸廉洁女人，她到底哪里比我好？哪里都比你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爱她。季慕白，江楚楚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吧？明晚8点，我要你出席我的生日宴，否则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江楚楚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正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哎，等等，慕白，我其实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想借着生日宴，当着龙川各界名流和亲朋好友的面，正式解除婚约，这样也算给基林两家一个交代。好，希望明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。季慕白，你这辈子别想甩开我！喂，老公，你几点回来啊？我要准备做饭了。楚楚啊，我今晚临时开会，不回家吃饭了。你别做我。那好吧，你别太辛苦啊。放心。老公不回家，没心情做饭。酒吧经理，找我干什么？喂，经理。喂，楚楚，你下午有空吗？我这边有个大单需要你帮我送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经理，我已经很久不做兼职了，要不你找别人吧。楚楚，那个今天下午确实忙不过来了。你看在经理既然对你那么好的份上，你快来帮帮我吧。好吧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吧。好，我现在给你发。李小姐，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我现在能走了吗？季慕白，等今晚江楚楚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不知道她还会不会留在你身边呢？哼哼。金雅，你说季总今晚会来吗？是啊，季慕白可是从来不会参加这种场合的。季慕白今天必须到场，否则这场好戏还怎么上演？亚园酒店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你好，您的酒送到了。李总，江楚楚，没想到你还穷到兼职送外卖啊！哎呀，什么味啊？
一股馊味儿，好像从他身上传来的，难闻死了。喂，你没洗澡啊？一身汗臭味儿，污染了我们酒，让我们怎么喝？酒我已经送到了。站住！不让你走了吗？服务态度这么差，小心我投诉你。如果被投诉，经理的工作就要丢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把酒全都给我打开。都开完了，我现在可以走了。你干什么啊？还想跑？拿这么贵酒给你洗澡，你应该感谢我们新雅。又脏又臭，好好洗洗吧你。对了，贱人，你敢推我，你！我死吧，先生！贱民死不了，把他给我绑在幕布后。江楚楚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，你可要竖好耳朵，听我给你准备的这份大惊喜。欢迎大家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今晚我将会向大家宣布一件大事，但首先有请我的未婚夫，龙川首富，也是季氏集团的总裁季木牌上台。木牌。季木白就是季总。下周我将会和木白举行仪式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小姐，楚楚，楚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头上怎么回事？清白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助理。楚楚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。我还傻到以为你没钱，省吃俭用想替你还债，这样耍我很好玩是吗？江楚楚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只是慕白哥哥背着我消遣时间的玩物，当然不配知道他的身份。你闭嘴！楚楚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我跟他的婚约早就已经解除了。我今天来，也是为了……明明有钱却装穷提防我，是因为在你眼里一直把我当成拜金虚伪的人，你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。季慕白，我们离婚吧。站住，江楚楚！你要真有骨气，就把慕白哥哥送你的所有衣服、首饰全脱了。你手上那个宝格丽限量款婚戒，价值2800万，几乎是你能买得起的。你闭嘴！季慕白，你说这个戒指是你弟他20块钱买的，也是骗我的。还给你。楚楚，这个鞋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还给你。衣服是你送我的情侣纪念款，我全都还给你了。季慕白，你不要再虚情假意了，东西我不下。慕白哥哥，就算你现在追出去，他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而且那个女人也配不上你。真好！告诉你，就算楚楚一辈子都不愿意，
我也不可能娶你。我季慕白在这里宣布，和黎新雅解除婚约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娶她。季慕白，老婆，你要去哪儿？谁让你老？季先生，请你不要乱。这离婚协议书，麻烦你签字。你不签，我绝对不可能跟你离婚的。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季慕白，难道你还想非法监禁我？你是不是霸总小说看多了？小心我报警啊！那你抱吧，我绝不要跟你分开。你如果今天非要走的话，你就从我尸体上爬过去。行，我看你能躺多久。喂，奶奶。臭小子，怎么了？叔叔不要我了。臭小子，我早就说了，让你早点向楚楚坦白。现在楚楚不要你了，活该。奶奶，您到底是不是来帮我的？楚楚啊，慕白骗你是他的不对，但是他的感情对你是真的呀。你看在奶奶的面子上，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好吗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装穷骗我？叔叔，我之前的确误会你是一个拜金的女人，所以才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但是后来我清楚的知道，是我自己小人之心了。我想坦诚相告，却怕你离开，不敢开口。楚楚，我是真的爱上你，也不能失去你。你是首富，我只是个小人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两个人要是分开的话，一定是有别情，跟身份没有关系。楚楚，重新接受我好吗？看在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谢谢老婆。你确定没有别的事情瞒着我了？我发誓，绝对没有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乖。这就对了嘛。这次奶奶啊也要反省，要不是我让黎新雅进季氏，也不会给你们找那么多麻烦。奶奶，你又不知道她的用意，这不怪你。我已经解除黎新雅在季氏副总的职位了。奶奶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谎言这一次的事情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但要是他以后还敢犯事的，我绝不轻饶。哟，春光满面的，看来和嫂子很甜蜜嘛。我们下个星期举办婚礼，到时候你可得给我老婆包个大的。没问题。慕白，就是今天请你喝酒，其实是受人之托，有人想见你一面。谁？信雅，进来吧。交往你什么意思？慕白，我们毕竟从小长大的，既然你和嫂子之间没事了，要不然就原谅信雅吧。慕白，之前我以为你不爱江楚楚了，才想着可以追回你。但上次晚宴，我看到了你的决心，现在我对你们只有祝福。我不想以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做朋友就不必了，以后你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楚楚的面前。季慕白，你就这么爱那个贱人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来喝一个。咱举个杯。这事儿咱就这么过去了，好吧？来。老板，昨天没头晕晕的。你居然敢在酒里下药！你，季慕白，你休想打错了。
是我呀，慕白。进来！哎呦，慕白，都还没进房间呢，你怎么就开始摸我了呀？这次江楚楚肯定不会再原谅季慕白。金白，你清醒点，我才是你老婆。江楚楚，你没上当！就你这点拙劣的劲，脑子都长胸上了吧？你。老婆，我们怎么才是？我好热。我带你去医院。去什么医院？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合着我是给你们创造机会了是吧？季慕白，你开门！季慕白，老婆，谢谢你的微信。我才不像你那么笨呢，被离心雅的小寂寞这个骗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离心雅？我已经让韩特助把他送到国外去了，这辈子他都骗他。不说他了。哎呀，现在还早，你再陪我睡会儿。